经过多年的疏忽，美国开始挽救其国防供应链，但是已经晚了。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前少。最近，美国有很多高层的军事将领抱怨，美国的军火采购成本过高，甚至给出了中国军工产品$1等于美军$20的结论。那么，美国的军工产业供应链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呢？美国由于去工业化所造成的问题还有救吗？我们不妨来看看美国由于俄乌冲突所造成的困境。在俄罗斯军队结束马里乌波尔之战后，美国发现乌克兰作为全球奶气出口强国的地位至关重要，而这些原料是制造美国军援乌克兰武器的关键。在战争爆发之前，乌克兰约占世界奶气出口的1半，这保证了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和韩国的制造商每年能够生产数十亿颗半导体芯片，而美国则从亚洲进口了大部分的芯片，其国防工业基础严重依赖这些微电子产品。有报道称，中国的台湾地区生产了世界上92%的最先进的芯片，而中国大陆本身也向美国出口了大量的半导体以及用于制造美国武器系统的关键矿物。所以，美国人现在越来越担心其国防工业供应链对外国的极端依赖。目前，美国国会正在酝酿立法，以解决半导体生产和关键矿物供应的脆弱性。他们还在制定一个旨在减少中国对关键矿物供应链垄断的条款，并且将这个条款纳入年度国防授权法案。目前，美国可以提供全球12%的微处理器芯片份额，这要比30年前下降了37%。6家美国的主要军火巨头的首席执行官洛克希德马丁公司、雷神科技公司、诺斯罗普格勒门公司、通用动力公司、英国航空航天公司和莱多斯公司也在5月份的一封信中敦促美国众议院和参议院的领导人通过芯片竞争法案。美国所有先进复杂的武器系统都依赖于芯片，无论是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 RQ-170 哨兵无人机，雷神公司的爱国者导弹武器系统，还是波音公司的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均是如此。美国人也承认，尽管美国目前私营和公共部门在努力提高其国内半导体的制造能力，但对中国台湾的依赖在短期内不大可能显著下降。即使美国设法大幅度提高其国内芯片的生产，其零部件制造仍然严重依赖其他国家，包括来自中国的关键金属材料。美国从中国进口了大部分的稀有金属钽，中国还控制着制造机身所需要的钛，制造军用涡轮发动机所需要的钨和 T 等材料。T 是生产子弹和更加先进弹药的基本元素。美国在2019年从中国进口了大约80%的稀土化合物。那么，美国现在急着重建国防供应链，对美国的确非常重要，但是真的管用吗？可以说，还真的用处不大。在世界产业链深度融合的当下，重构供应链等于要大幅度的增加投入，其后果就是严重增加美国先进武器的研发和生产成本，进一步降低军费的使用效率。这个道理很简单，从中国花钱就能买到稀土，而自己非要投入巨额资金去提炼，由于产品不具有市场竞争力，时间一长就会成为美国人的包袱。其次，美国的国防产业现在最重要的问题，可能还不是供应链脆弱，而是其效率低下的问题。由于美国在包括造船在内的多个行业出现空心化，必然导致军工企业发展只能依赖军品订单的情况，这也就导致了美军大型装备成本高出中国4到10倍的真正原因。如果美国想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重新实现工业化，
这恐怕要冲击起整个国家的产业体系，是非常不现实的。最后，美国的军费支出虽然规模庞大，但是包袱也很重，再加上通货膨胀的危机，已经到了地主家也没有余粮的时候了。所以，美国再想重建其国防供应链，就得占用其他的军费开支，其负面影响也不可小觑。总体来看，美国人虽然发现了问题的严重性，也在想办法解决这些问题，但是好像太晚了。美国的制造业只占其 GDP 的10%，脱实就虚已经无法逆转。如果美国非要拉制造业回家，那么也不大可能经得起市场的考验，最终也会造成其巨额资金打水漂。美国的军工产业今后会走向何方？让我们拭目以待吧。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